在产后的生理变化方面，我们大概可以把生理变化分为生殖体系的变化以及全身性的变化。在生殖体系的变化，包括子宫、乳房还有伤口的变化。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在产后护理机构服务的护理人员所清楚的。我只是要再强调一下，在产后的生理生殖的变化方面，是子宫底高度的变化。我们都知道，正常状况下，产后妈妈的子宫底高度会随着产后的天数，每天大概下降1横指，所以到了7到10天。应该没有办法在腹部摸到子宫的位置，因为子宫已经下降进入了骨盆腔里面。因此在产后照护产后妈妈的时候，如果2个礼拜了还摸得到妈妈的子宫，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我们护理人员必须要赶快的转诊，把妈妈转到妇产科医师那边去进一步的做诊断跟检查。此外，在肌肉方面，我们会发现由于怀孕的过程中，子宫不断的增大，所以腹部的肌肉要承受的压力跟支撑也会变大，因此腹直肌跟腹中间肌会有分离的现象，这是一个正常的历程。但是在产后照护的时候，必须要学会如何的评估妈妈的腹直肌分离的状况。我们通常都是用手指头的宽度来形容分离的状况。譬如说，它是2个指头横指的宽，就讲说它的分离程度是2个指头的宽度。那这个历程中，我们护理人员可以鼓励妈妈随着产后的进展，教导他们执行产后的一些腹部的收缩的运动，例如可以把枕头拿掉，请妈妈尽量把下巴靠近胸部，这样子的腹部肌肉收缩就是一个很简单而且有效的腹部收缩运动。再来，在全身的变化方面，很多的妈妈会提到怎么样减重，甚至于有产后弱发的现象。这个产后的体重的变化是慢慢的，随着产后的时间慢慢的减少体重。我们不建议很积极的、很激烈的进行节食等等的减重方法，因为产后的身体也需要恢复，尤其是哺喂母奶的妈妈，每天的热量反而要增加5个百大卡，才有办法面对处理产后的乳汁以及哺乳的问题。那在弱发方面呢，主要是因为产后的妈妈女性素的下降，会造成弱发的情形会比较明显。再来是生产过程中有出血的情形，再加上如果产后的心理没有准备好，会有压力以及疲惫的现象，这个都会造成弱发的状况会比较明显。正常状况下有弱发的情形大概会持续半年6个月左右。如果妈妈到了产后1年12个月还有感觉到弱发很严重的话，那我们会建议妈妈就必须要去寻找专门的皮肤科医师来做诊断跟治疗。那这一方面就是在产后妈妈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状况，希望学员能够再加以复习了解，以帮忙我们产后的妇女。妇女的压力源之一是她会担心她是不是可以成为好妈妈，把母奶给喂好。再来是负向的身体的形象改变，以及缺乏社会的支持，包括了经济的压力，还有家人周围的人是不是了解她的状况。最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压力源也有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距离，使得她会觉得自己跟先生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的好，那么的亲密。于是我们护理人员在减轻妈妈的压力的措施方面，要能够协助他们寻求适当的支持，以及呢要协助他们学好技巧，处理好自己跟另外一半的关系。当然也要爱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是24小时都沉浸在一些的担心跟忧伤上面，要适当的抒发。成为妈妈，要胜任妈妈的角色，要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学习的历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给自己适应宝宝的一些时间，学习怎么去照顾他们，了解他们。至于情绪方面，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负向、很忧郁，
则要协助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协助，或者是心理的专业人士的协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位妈妈有提到她的孩子的哺喂状况，在出生以后，大概每次哺喂母乳就要花上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然后呢，等到喂饱了半个小时之后又开始哭泣了，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这样子的状况是正常的吗？好，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个妈妈真的是乳汁分泌不够？好，谢谢老师提问。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母婴亲善的课程有接受过这样子教育的医护人员，他们都会去评估这个宝宝他的含乳状况，他是真的在妈妈身上含乳吸吮，还是他就挂在身上睡着了？好，那因为宝宝他会哭，在生下来的这1个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家人常常把哭跟奶水不足画成等号。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宝宝刚从子宫来到这个世界，他其实生理时钟还是在他的子宫里，所以我们要给他一段时间去适应外面的环境。那家人该要做到的是什么？家人要做到的可能就是要观察，当他在哭泣的时候，他的肤色、他的呼吸，他是不是平稳的，然后怎么样子让妈妈能够休息，让小孩子在哭泣的时候能够被安抚。对 ，OK，所以听起来我们护理人员也应该要了解，其实这样子的现象在产后也是常见的，可是不代表就是奶水的不足，是，即使 baby 一直在吸吮，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对，他要不断的找他自己的安全感，就像在子宫里，他的 OK 手脚都在他的嘴里，羊水也是不断的会流进去。 OK， 对。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性本来就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啊。那你们夫妻愿意静下来，互相的沟通，又会找一些资源来了解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进而去做一些协商。那你们刚刚提到了，你们会用沟通的方法，还有 DIY 的方法，都是很不错的方法。那所以在情感的交流方面，当然不一定是直接的进入。是，对，还可以用说好听的话，然后抚摸亲吻等等的方式，也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对，这个我想对夫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在产后这方面很需要的，很需要的。那也很高兴你们愿意到这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在性的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就是我觉得也在产后性生活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一定要好好坐下来沟通，因为你不说，对方永远不知道。对，这是我觉得最重要。因为既然都同床了嘛，那就好好说，对，不要自己抱有疑问，然后又在那边想东想西。对，就是说出来就好了。OK， 对，谢谢您的分享哈。那玉展呢，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comment 可以给我们的新手爸爸们？男人们，我觉得男生反正就是也是真的要体谅啦，就是说，因为产后你的修复，或者是真的有在亲喂的妈妈，因为他也都有给我看一些医学的报道，说会降低的性需求嘛，那你就只能一直告诉自己说，就是能体谅的时候就尽量去体谅。的确哈，那今天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新手夫妻新手的爸爸妈妈在产后的时候，在性方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性问题可能是产妇会提出的问题，护产人员要能协助产妇与伴侣调试性生活的需要与挑战，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性议题。至于产后何时可以恢复性行为，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般是以产妇产后恢复状况而定。当产妇伤口没有不舒服也愿意时，就是合宜的时机。有时伴侣会感到困惑，为何我的配偶都很累，都没有兴趣？那是因为产后哺乳需要泌乳激素的分泌，因此女性激素与黄体素分泌会减少，造成性欲下降，
加上伤口不舒服，又忙着照顾小孩，没有足够的休息，或是担心再怀孕，甚至产后忧虑等，都会加重性欲的降低。此时，伴侣就要体贴配偶的状况。为了增加配偶的舒适与性欲，护产人员可以建议伴侣主动承担家事与照顾婴儿，性生活时增加前戏与使用润滑剂，用亲吻、拥抱取代实质的进入身体，以自慰方式解决。总而言之，配偶间要愿意分享自己的感觉与想法，双向沟通十分重要性。